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診所的阿修。你每天打開 Google Maps 導航，背後其實是有一個將近70歲的古老演算法在驅動，它叫做戴克斯特拉演算法。這個看似完美的經典演算法，它真的是最快的嗎？這是一個困擾了頂尖電腦科學家幾十年的大哉問。在今天的分析中，我們會分成5個部分，來一步步拆解這個謎團。我們會先從演算法的原理開始，然後看看科學家們是怎麼幫它加速的。接着，我們會重新定義到底什麼才算是真正的最佳解。最後，當然就是揭曉那個你可能完全沒想過的最終答案。好的，我們馬上進入第一部分，導航背後的古老演算法。其實，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問題，叫做最短路徑問題。講白話一點就是，給你一張地圖，要怎麼從一個起點找到去所有其他點的最快路線。不過，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有的路徑長度，比方說開車的時間，都必須是正數才行。戴克斯特拉演算法的邏輯其實非常直觀，它用的是一種叫做貪心策略的方法。你可以這樣想象，它會從你的起點開始，永遠先選離目前位置最近的那個還沒去過的點，然後呢，再以這個新的點為基礎，去更新它周圍鄰居點的距離。它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像漣漪一樣擴散出去，非常有系統的幫你建立出一張完美的最短路徑地圖。你看這個方法是不是很優雅又很可靠？但問題就來了，這個誕生在電腦科學黎明時期的演算法，真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快的嗎？這就是那些頂尖科學家們幾十年來一直在追問的核心問題，也正是我們今天整個分析的衝突點。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你要知道，一個演算法的效能，其實不只取決於它的步驟，更關鍵的是它使用的工具組。在電腦科學的術語裡，我們稱之為資料結構。這個工具組專門負責管理跟提取那些待訪地點的清單，所以它的效率就直接決定了整個演算法的快慢。這邊就展現了這個工具組的進化史。最早在1959年，大家用的方法很單純，但效率非常差，地圖只要一大，基本上就直接宕機了。但是到了1964年，二元堆這個工具的出現，讓速度有了質的飛躍。再來，1984年，圖靈獎得主 Robert Targent 跟他的同事發明了斐波那契堆，這個工具更是將效率直接推向了當時的理論極限。尤其是在像公路網這種點很多，但每個點連接的路相對比較少的稀疏圖上面，它的表現簡直可以說是完美。所以到了這個階段，也就是1980年代，隨着斐波那契堆的問世，整個學術界普遍都認為這個最短路徑問題基本上已經被完美解決了。故事到這裡好像已經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但是，故事真的就這樣結束了嗎？頂尖的研究人員，他們開始問一個更深層次，甚至可以說是更具顛覆性的問題。他們不再滿足於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最佳解，而是開始思考，我們有沒有可能為某一張特定的地圖去量身打造一個快到無敵的演算法。這就引出了一個更嚴格的標準，叫做普遍最佳化 （Universal Optimality）。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打個比方，如果一個演算法能達到這個標準，他就像是一位武林宗師，不管對手是誰，用什麼奇門兵器，他都能用同一套功夫來應對，而且表現得跟對手為自己量身打造的獨門絕技一樣好。這是一個極度嚴苛的效能標杆，也讓過去那些所謂的最佳解，突然之間都顯得不夠完美了。為了讓你理解傳統演算法的弱點在哪裡，我們來聽一個比喻。想象一下，你現在的任務很簡單，就是從起點出發，沿着一條長達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一直開下去就對了。但是在起點這個地方，同時還連接了1000條又短又是死胡同的鄉間小路。你要記住，這些小路跟你真正的目標
也就是那條高速公路，是完全無關的。好，問題來了，傳統的演算法，即使是用了當年最強的斐波那契堆，它在沿着高速公路往前衝的每一步，都會像一個有強迫症的司機一樣，不斷地停下車，拿出地圖，去重新檢查那1000條鄉間小路，確保自己沒有錯過任何可能更短的路徑。明明我們的目標就只是沿着高速公路前進而已，但演算法卻被這1000條完全無關緊要的死路給拖垮了，這就產生了巨大的而且完全不必要的計算負擔。這個比喻可以說是精準地揭示了那個所謂已解決的演算法，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效率是有多麼的差。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為了解決這個困境，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想法：我們需要一個帶有偏見的資料結構。這個結構不再對所有資訊一視同仁，它反而會給那些新加入的選項一張優先通關證。這個概念叫做工作級邊界。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它的核心思想是，處理一個地點的成本不應該取決於待辦清單裡總共有多少項目，而只應該取決於在考慮它的這段期間有多少新的地點被加進來。這就像一個只專注於短期記憶的系統，它會優先處理那些最近出現的關聯性更高的資訊。我們把這個概念帶回剛剛那個高速公路的比喻，這個新的帶有偏見的資料結構就能夠有效地忽略掉那1000條鄉間小路所造成的雜訊，把所有的計算資源都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任務上，也就是沿着高速公路前進。它就這樣完美地解決了我們之前指出的那個效率瓶頸。好的，經過了這麼長的鋪陳，我們終於來到了最後一部分，準備來揭曉這個困擾學術界70年的問題，它的最終答案到底是什麼？而這個答案比你我想象的都還要更細緻、更有趣。所以，戴克斯特拉演算法到底是不是普遍最佳解？答案是要看你的問題是什麼。情況一，如果你需要演算法按照距離由近到遠的順序，依序告訴你所有地點，那答案是肯定的 ，yes。只要搭配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帶有偏見的新工具，也就是工作集堆，它就是無敵的普遍最佳解。但是情況二，如果你只是想知道我家到公司要多久，到醫院要多久，你根本不在乎這兩個哪個比較近，只是單純想要一個距離數字，那答案就變成否定的 no。現在已經有比它更快的演算法存在了。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這整個科學探索的旅程，教給我們最重要的一課，其實就是答案幾乎永遠取決於你如何去定義你的問題。問題問對了，方向才會正確，真正的創新才有可能發生。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給大家思考：如果一個70歲的基礎演算法都能被重新檢視，並且獲得突破，那麼在科技領域，還有多少我們以為早就被完美解決的問題，其實正靜靜地等待着下一個挑戰者去打破框架，找到新的答案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